梁元，梁元，你猜我遇见谁了？谁啊？刚入太子监国学不久的崔朗君。哦，愣什么神啊？跟我去啊！去何处啊？去见崔公子崔十一郎啊！他刚入国子监不久，你还未曾见过的。清河崔氏，其父是太子监的少卿，还有太原王氏的几位公子也在。去啊！我一介布衣，我就不去了。你去。梁永元，那既然如此，母去了。此山可真高啊！锦娘，郑小娘子，景娘乃荥阳正室，之前与十一郎有过婚约。这是怎么了？不碍事，崴着脚了。半年未见，家中安好？托公子的福，一切都好。母姓之女啊，那当时美人可是踏破了门啊，就连关家的儿郎想要求娶都难。为何退婚啊？半年前，景娘阿爷那只被逐出了正室。这还留着呢。世数有别，良贱不婚，崔公子此举合情合理。要不我扶你吧？你不怕我赖上你？你都知道了，既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公子快走吧，免得别人说了闲话。要不我们轮流背他下山吧？不可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冒死背他下山，这被人看见了，也落了话柄。是啊，再者，背一个被正室逐出的女子，丢了自己家族的颜面先不说，这要是被赖上了，可就甩不掉了。公子快走吧，免得耽误我在这里看风景。请。肿了？崴了。等我扶你起来。你把香囊给我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登徒子，你怎么能让人家香囊呢？我不是要，我闻闻。给你吧，反正也没什么假处。龙脑，麝香，挺香。
来了。你要发火，你下山再发。看你这样也下不了山了，一会儿我背你吧。我们俩萍水相逢，你不用与我冒险。哎呀，不是冒险啊，这天黑了，咱俩都困这儿了。往那，往哪儿？那。你把我放下来吧，这太危险了。看不清远处的路，不代表无路可走啊。咱们就顺着脚下的路，一步步走，一步步走，一步步走，总能走下去。我答应把你背下去，我中途不会把你放下。公子，你姓什么？如何称呼？要是刚才真摔死了，我连和谁一起死的都不知道。某姓李，字良源，华阴县人。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你是武姓人呢。不是。那你多大呀？我20啊。20？那你长得真老成。啊，是，我这样，到40，也这样。你叫什么呀？我下去告诉你。啊，哎不行，我得歇会儿。哎呀，哎，别掉下去了。哦，对了，良源，你刚才过鬼见愁的时候，害怕吗？害怕呀。为什么？2条人命呢，但不背你下来也不行啊。你说晚上，你说晚上你要不被虫咬死，也被冻死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坐好，走。笑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还笑？不是，我想起件事儿。我小时候有一回去长安卖羊，养只羊，有只羊就是的，带头带脑，掉沟里了，脚也崴。后来我就背着一只羊，牵着一只羊去的长安。我怎么觉得你好像是在说我呢？是呀。啊？哎，你到底叫什么呀？我都说了，我下去告诉你。这马上就下去了，叫什么呀？还没到呢。哎呀，那马上不就到了？实心，实心，实心。夯手，荔枝转运项目通过。丑话说在前面，我们胡烧商会呢有个规定，若是30日内项目没有任何推进，投入便要撤回。所以你要尽快抹平那2天的差距。这是自然，我赶紧忙去了。感谢，感谢。走。快点啊！起来吧，起来吧！
今天李善德那儿都被商人踏破了门槛了。我也差人送去了玲珑杯8只，琉璃盏5枚，外加2个紫金壶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就这么糟蹋了？毕竟是荔枝使，干的是皇差啊，咱们刺史府好歹得意思意思吧。你放心，等他将来倒台了，我都给他拿回来。这么大的刺史府，差他这点东西？是。属下知错了。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？啊！我给刺史府丢脸了。这么好的一个机会，啊，让这个李善德大出风头啊！刺史府是干什么的？是过去鼓掌的吧？鱼都跑了，你这儿想起撒网来了，有个屁用啊！晚了。是。义父，阿弥陀，你还在这儿干什么？走吧。是啊。干点正事儿。是。阿弥陀，来了。是我的疏忽。我没想到李善德能想出这么一个方法。你在我身边待了多长时间了？10年了。我记得你刚回来的时候就这么高啊。当年你阿爷死了呀，我想尽了办法，才让咱们这帮兄弟能过上个安稳的日子。我也算对得起你阿姨，辛辛苦苦的把你拉扯大，还扶持你当上了商会的行首。而我呢，我除了装疯卖傻、斗鸡耍宝之外，我什么都没干。我为的是什么？我就是希望能跟你打好配合，咱们不显山不漏水的维持住咱们这好日子。现在冰玉符已经到手，右相他老人家眼巴巴地等着我控制住商陆贸易，可咱们呢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让李善德这小子一搅，这些胡商呼啦啦的全都跑到他那边去，长此以往下去，咱们的好日子可就没了。义父所言极是，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我跟李善德约定，如果他拿不出一个荔枝转运的成功方案，便撤销资金。那如果他拿出来了呢？义父放心，荔枝保鲜只有11天，路上转运却要13天，除非它长翅膀飞起来，否则绝无可能。绝无可能，绝无可能。每次说到这个绝无可能的时候，他就一定能搞出点事情来。自打他到了岭南以后，这一桩一件件，我请问你，他消停过吗？我会盯紧李善德，不会让苏亮当上行首的。阿弥陀，这句话我也听了。我要的是方法，我要的是结果。啊！哟，阿弥达，我为何刺史生气？你是湖商商会的行首，又是他的脸面，这次被人当猴耍了。闭嘴！我只想问问接下来什么计划？办法我自会去想，不用你操心。何刺史对你念旧情，你办不成事儿，最多挨顿骂；我办不成事儿，就没那么简单了。你挨不挨骂，好像不关我的事儿吧？李善德不倒台，下任行首就姓苏了。我当不当行首，好像也不关你的事儿吧？
何思雪先骂某，再骂你，你觉得是让咱们各自解决问题的意思吗？什么你的事儿，我的事儿，都是为何思雪办事儿，替你安排好了。啊！堂首。哎呀，行，你们好好聊好了。李大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韦掌柜、赵掌柜、周掌柜，他们3位都是我们商会的大主顾。听说你要将荔枝转运到长安去，他们都很感兴趣。李大使，各位掌柜，李大使，久仰久仰。李大使，我们是专门请求我们的行手带我们过来考察的，这以图咱们后续的共同合作呀。咱们劳烦李大使给介绍介绍呗。我该说的之前在商会我都说过了，我不太会说话，怕怠慢了诸位。自古从商，客为重，商为轻。主顾有要求，我们商会也只能满足。作为商会全资投入的生意，李大使也理当配合。这个苏老和蓝玉已经在荔枝园监工了，那还得怎么配合？李大使，我们来呀，就是要帮李大使把咱们这个汉室的工程给接下来。啊，对了，你看啊，我身上这件胡服啊，就是我们大福商号改良设计的。你看这颜色鲜艳，又兼具唐风。如果能通过李大使的手帮我们宣谕昭告，那这销量不是，我是个运荔枝的，我怎么还昭告你们身上这衣裳？我不要举世主顾，我不需要的。行手，这李大使可能对我们的合作啊有点小小的误解，要不您帮我们说说。几位主顾的采购量占了我们湖商商会的3/4，李大使若是不配合，那日后资金出了问题，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。各位掌柜，刚才我们参观的是种植区，现在呢就是这个精通种植，哎，你往中间走，精通种植荔枝的动物人们的寨子。这棵也是荔枝树吗？哎，掌柜真是好眼光啊！这棵可是整个荔枝园的1000年古树，这棵树可是大有来头，整个荔枝园全得此树硬币。掌柜真是好眼光啊！您看，这乡人吃了荔枝都如此的开心，这若是贵妃娘娘吃上这荔枝，您这何等荣光啊！各位掌柜可知这双层瓮是作何之用啊？哎，掌柜说的没错，这就是用来运输香料。这可花了我们湖商商会的大价钱啊！主要还是归功于李大使。哎呦，李大使，还得归功于李大使这隔水保鲜之法。李大使真是辛苦啊！不辛苦，李大使专业。阿童，哎呀，来，阿童。起来，这位阿童姑娘，别看她年龄小啊，她便是整个荔枝园的头人，全靠她来监管。这姑娘啊，脾气是倔了点哈，但是她人特别喜欢这项工作。你看打理的一切井井有条，来给掌柜们问个好。太好了，来，有点性格啊。我们接着看。哎，李大使，咱那边那些竹筐是怎么回事？啊。这些都是刚运来的备用，专门用于搬运荔枝的。哎呀，那可有点暴殄天物了。这竹筐应该就是我们码头上运货的筐子，这也没有宣传，它也没有专门设计，这不能用啊。李大使，您挑一款。您放心啊，所有竹筐我们免费提供。对。这最重要的一点啊，咱赵掌柜的商铺名号，它必须得露在外面。那是不是装荔枝的这个瓮，那马，还有那骑手的衣裳，
包荔枝这个包装，那都得是你们这款式。哎，我们都会给李大使安排好，费用啊，我们负责。它不是费用的问题，它这是个效率的问题。这荔枝不够甜啊，这用糖腌一下是不是就更甜了？腌过的叫鲜荔枝吗？这名字能不能改？咱就叫大福果，这名字吉利啊，这销量肯定能打开。找一些功劳正茂的诗人，写一些关于大福果的诗文，定能广为流传。要不要这样？能不能把这些瓮罐全都改成红色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嘛？喜庆，喜庆！哎，还有那些马什么马？这有完没完了？那你们这么折腾下去，我那是运荔枝吗？我运荔枝不成笑话了吗？还是说啊，你们就想看我笑话？不是，李大使误会了，咱们呀只是说是提议，咱可以商量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运送荔枝啊，我们都是外行，最终还是您来做决定。但你说这要如何名声远扬？咱如何把这生意做到普通人的兴趣点上？这我们是内行啊。是，当然，李大使，您是上林署有专业素养的人才，对我们这伎俩可能是嗤之以鼻，咱理解，对吧？可是你说要没这伎俩，咱弄不来钱，不是吗？对呀。那个韦掌柜，我不会说话，但是我无意冒犯啊。我知道你们呢是湖商商会的大主顾，但是我呢就是个办事的。你们今天说的这个合作呀，我恐怕不能配合。哎呀，李大使高风亮节，实心办事，某佩服。不敢。哎，李大使，你的女儿是不是在这个安仁坊柳巷的一个秀坊上学啊？啊，这秀坊是一个姓王的老宦官开的，您熟吧？是。你说巧了不是？他租的这铺面啊是某的，他刚开业的时候吧，这经济拮据，我还资助过他。你说，我要是撤回这铺面，把地皮给要回来，这老阉人，他们会不会流离失所呀？这李大使，所以于情于理，还是请您再重新考虑一下跟我们的合作吧。回去给赵新民带个话，我阿米塔不奉陪了。放手！你这一巴掌会很贵。李善德，这饭你还吃吗？换个地方吧，闻着臭。快点搬啊，往这边搬放吧。这，记清楚啊！加油！来。既然这些跟他们技术上要求形制差不多，等你们到时候把那颜色刷好了，漆刷好了，我们再来验收。往里点放，别挡路啊！来，把这傻子都拉走啊！别让人走。抄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收拾好东西全都被你弄乱套了。阿童姑娘，这些可都是刚才掌柜们说的要点，我不过是在进行整理和清点而已。管好你的狗！这是我的园子，轮不到你在这撒野。李善德是荔枝转运的主事，你要动什么东西之前都要问过他才行。我是湖商商会派来监管你们的，更何况这儿的东西哪个花的不是我们商会的钱？可是荔枝使还没点头呢。但是行手点头了，行手点头的事我就要办，明白吗？好，我这就去告诉李善德，请吧。顺便去问问李善德，这些物质刷漆替换需要几日？抓紧时间啊，我会再来验收的。行，去就去。
您的去给义父买些跟着。杭少，哟，杭少，有些日子没来了，我留的牛肚丝尝尝。好啊。其他的老规矩，上2杯酒。热。哎呀，菜还得等会儿，二位先吃点荔枝。韦一舟是赵新民给安排，你把他打了，你怎么跟他交代？您的酒。赵新民就是何有光那条狗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担心你自己吧。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帮我，但还是谢谢。我打他，跟你没关系，我自有缘由。我问你啊，你那2天的差距解决了吗？那倒没有，还潜心研究呢。没到时令呢，过些日子会更好吃。你个长安人，要成了荔枝的老手。形势所迫，研究呗。你说圣人知道吗？这荔枝想要从岭南运到长安，是个不可能的任务。那咱不知道。都说贵妃想吃荔枝，我看未必，怕是男人想要讨好女子，开口瞎许诺吧，许诺完了自己又不去做，甩给别人。这咱不敢乱说。看你吓的，明明是个胆小怕事之人，却要为了这送死的差事拼命。我见过拼命的人，人家光老实的，但是又拼命又老实的，你是第一个。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长安人呗，小官，咬牙活着，如此而已。那你闹出的动静可不小。我也是莫名其妙被卷进来。这荔枝，你吃是甜的，我吃是苦。那既是苦的，为何还吃？能活着吗？就是这样。你就算是神仙，那也不能随心所欲啊。太白金星说不定还有点烦，是吧？你在这人世间，你心总有不甘，但事儿不能不干，你得图个问心无愧。就以后死了，下了九泉，见了阎王，人家问起来也能回一句：“我尽力了。”那就这样吧。你到底是为了什么甘愿去送死？朋友，你有多少钱？问这个干嘛？我有300贯，150贯呢是在长安借的仁义贷，我用这钱在长安置办了一套宅院。贷款买宅子，正常。是，对你来说正常，你可以一掷千金，在岭南你想买几间宅子买几间宅子，在哪儿买都行。但对我不一样，我这个宅子是要留给我闺女的，这是我唯一的念想跟奔头。我这个奔头被荔枝这件事打断了，所以我要想回去，我就必须把荔枝这事办成。无论何有光怎么阻拦我，我都不会放弃。你刚刚问我为什么帮你，是因为从你身上我看到了，我阿姨为了保护我，跟你一样不顾一切。李善德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去了这么久。跟阿米塔吃了个饭。他又动什么坏心思了？嗨，就吃了个饭呢。今日那个商会的人过来乱翻，还说之后要再来验收。以往也没见他们这么上心，也不知道安了什么心。如今坏人凑热闹都已经凑到家门口了。你可要小心点啊！什么？阿米塔把商人给打了？是，这阿米塔现在办事儿
越来越没规矩了。当年他阿爷葬身火海，要不是刺史力挽狂澜把他收留在身边，刺史又力排众议，把他阿爷的舰队洗白交到他手里，他能有今天吗？他做事儿，他就不想想这点儿。马归云最近啊，在追求阿密塔。那马归云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充其量是右相边上的一个使者，他追阿密塔，太有点自不量力了吧？话是这么说，这马归云就是个典型的小人，我是担心，别因此再惹出什么乱子。能出什么乱？啊？哎，此事莫急。某啊，倒真有一策。你说，马归云最近啊，就像孔雀开屏一样，疯狂地追求阿密塔。但阿密塔呢，对他不假颜色。我想，这小子现在憋的是烦躁不安啊。咱们正好安排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投其所好，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隔层纱啊！正好借这个机会把马归云收了。啊，哎，不过这个马归云啊，能看上阿密塔，说明这小子眼光不低呀。有人选吗？真有一个。马郎君，蓝玉姑娘，马郎君，来的不是我家行首，是不是让马郎君失望了？不会。哎，蓝玉姑娘知道今日宴请归云兄，特意盛装打扮，一会儿与归云兄共舞，正可以比翼同旋，鸾凤齐飞呀！哎呀，蓝玉姑娘，你单独来此，行首知道吗？蓝玉倾慕马郎君已久，只可惜马郎君向来是目无余子，眼里心里装的都只有我家行首。蓝玉来之前已向行首表明心迹，行首也说如此甚好，这样马公子便不会再去打扰他了。如此无情，刚才看不出来，现在二位坐在一起，那真是郎才女貌，羡煞旁人。归云兄，日后再游山玩水，有美人相伴，那就别有一番情趣了。理应为此扶一大白。扶一大白。赵长书，请。赵长书为小弟的事儿如此操心，那今日这酒宴，仅仅是为了我和蓝玉姑娘的结缘？多日未见，叙叙私情啊。仅是如此？当然，今要让归云兄宴尽其味，饮尽其兴，玩乐致欢。蓝月，舞起来，舞起来！来，赵长书，尽兴了没有？赵长书，哎呀，看来是尽兴了。哎呦呵，慢点，赵长书。哎呀！马郎君，蓝玉姑娘，哎呀，洗尽铅华，你真是靓丽可人啊！马郎君也真是豪杰啊！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今日是这设宴的主人呢。好朋友在一起就是畅饮。哎呀，你们待我热情周到，我自然也是宾至如归，没有什么主客。马郎君，我听闻这城外有一座平云山，风光旖旎，林壑秀美，十分值得一逛。不如明日
我陪马郎君游玩一遭如何？蓝玉残剑之命，蒲柳之姿，是我自不量力了。你别哭，姑娘别哭，把眼泪收回去。我最害怕女人流眼泪了。平云山是吧？好，把眼泪收回去。平云山。马郎君慢走啊！七郎，你这怎么就这么容易被蛊惑住了？那蓝玉，她不就是长得美吗？可七郎就这么没有底力，大事还没办成呢。七郎真要游山玩水了？就他那点红梅伎俩能瞒得了我？我那是顺水推舟。赵长叔找我吃饭，肯定是有事儿。我不知道他的目的，我也不敢轻举妄动，也不能把事儿做绝了。我只能跟他虚以为宜。我倒要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。七郎真乃豪杰，真真假假，互相试探，句句有回应，句句没着落，大家说话也都留了转圜的余地。狗啊，你还太小，很多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来日方长。你需要打几个来回，才能知道结果。我是担心七郎假戏真做。七郎明明很吃这一套，怕是也很享受被人倾慕的感觉吧？毕竟被人追总比追别人容易嘛。情之一字，莫大高深，虚情假意是假，发乎于情才是真。小小年纪，你懂个屁呀！我年纪小，但是我又不傻。七郎在岭南身边女人日渐多了起来，空浪先生亦师亦友，秀爱慧中。阿米塔因于自飒爽不让须眉。今日又来了一位娇俏可人、我见犹怜的小家碧玉，七郎真是艳福不浅呐。狗，你越来越懂事了。打明天起，你就不用刷牙了，因为今天我就要把你的牙给你打掉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哪学那么多词儿？臭不要脸，你给我滚蛋！干什么呢？我姑母来了，她是山里的一位大巫，叫阿柴，说不定能帮上玉荔枝的忙呢。这子不语怪力乱神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上面啊！我姑母可厉害了，天生神通，动人们婚丧嫁娶的大事都要请她指点做法，只要经她之手的事情，总会顺遂。他能告诉我这荔枝怎么保存吗？那应该不行，神明应该管不了这么细的东西吧？算了！李善德，你要干嘛？我救你们呢！我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敢打断我的仪式？天神在看着呢，他很生气，他会降罪于你的。哎呦，天神什么时候饶过我呀？这东西是有毒的，这个是曼陀罗的花跟叶子，这东西晒干以后烧，大家闻了会产生幻觉，这是有毒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这东西我见过好多回了都。我们有病的时候闻一闻就都好了。那不是你病好了，它是有麻醉的效果，只是让你的病把你病暂时给掩盖过去了。别闻了。你们是信我，还是信这个成人？可算是回来了。此趟差事多亏有李监事在。这话说回来，刘署令明知道李监事新婚燕尔，
还非要指派你来跑这趟差事，采买牡丹，真是为你鸣不平啊！咱也没白跑嘛，多少，有点补贴进账。是，星儿一路顺利，没发生什么意外。李天使，李天使，走，李天使，老李啊，老李！喂，警察！哎，郎君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与郎君同去的辽属50就回来了。他没跟你说吗？以后我被他给耽误了。他？啊，他钻小树林儿，这把我也给带进去了，就我俩被另外一只驴给耽误了。驴之常情。咱先不说驴的事儿了，夫君比计划晚回来了1天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儿？啊，那倒没有，就路上遇到收公粮的了。我要是不惦记你，也还得晚回来。诸位，今日客房半价，朝食免费。半价。换个环境，走。太贵了。不贵，我赚着钱了。哎呀，回家。朝食免费，那也白费。硌着我了。你看这大眼睛，随谁？反正是不随你。下一个。李善德，你要干嘛？我救你们呢！我干嘛？你干嘛呀？你敢打断我的仪式？这东西是有毒的。这个是曼陀罗的花跟叶子，这个东西晒干以后烧，大家闻了会产生幻觉，这是有毒的。你们是信我，还是信这个成人？这东西我见过好多回了都。我们有病的时候闻一闻就都好了。那不是你病好了，它是有麻醉的效果，只是让你的病把你病暂时给掩盖过去了。别闻了。你这个成人怎么还会知道这么些东西？这是我专业呀。我不走了啊！我不走了。神明已经给过我启示了，神明说，这个成人，他会对咱们洞人产生改变，但是是好是坏，我得留下来观察观察。家在长安，啊，家里可有房啊？宅子吧，宅子可不便宜呀。贷的，那就是家里没有积蓄呀。那你俸禄多少啊？贷了多少钱呢？准备打算什么时候还啊？啊，心里有没有打算呢？我，闺女好，闺女贴心呐。你这条件真不怎么地，但是你在我面前还算是老实。人品尚可，那其他的我也就不打算计较了。那如果你要是运成了荔枝，你是打算回长安，还是常驻高州呢？那我肯定回长安。那不行，我们家阿童可不能随你回长安呐。这阿童他不用跟我回长安吗？
我这个荔枝这事儿要办成了，圣人要吃到的鲜荔枝，那这个荔枝园就是御用荔枝园，也就没人敢来寻衅滋事，那阿童就可以留在这个荔枝园，不用跟我去长安。可是你们俩就见不着面了呀，这天各一方，这事儿他就……大吴太太，你这误会了，我呀，我心里边只有我闺女，我从来没有觊觎这个阿童姑娘，我俩是朋友，我之前我也跟她说清楚了，阿童姑娘。国色天香，国色天香，天资聪慧，是吧？对，心地善良，她自有良配嘛。哎呀，姑母，你就别给我俩牵红线了，我们真的是朋友。你还嫌我多管闲事了是不是啊？我不得问清楚啊！啊，那你要上当受骗怎么办？行，你要不让我问清楚，那我现在就回大屿山了，我走了。你让这个成人在这个荔枝园里头一天，我就再也不回来了。哎，大吴，你说你是从大屿山来的啊？大屿山是不是在岭南的北边？再往北走就是江南西道。啊？怎么了？看不起我们这穷山僻壤是吧？没有，我刚才我说话有点唐突了，大吴，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站得高，看得会更美吗？这个世界的平云山向来都是最惬意的。古人云，人的命运便如这水滴一般，随风飘落，各有际遇。有的汇入清泉，去了贵人们的慈悲当中；有的便流入这檐下草窠，成了草下污水。公子便似这清泉，而我便像这污水。哎呀，姑娘，咱不能这么说。我们的出身不能选择，但经过努力，一定会改变自己的境遇。哭了？啊，郎君误会了。不过是这山里雾气大，有些蒙了眼睛。今日郎君肯陪蓝玉出来游玩，蓝玉心里很是开心。郎君谈吐风雅，又肯这样宽慰于我，蓝玉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若是马郎君不嫌弃，蓝玉愿跟随马郎君，哪怕到长安也在所不惜。蓝玉不求什么名分，只希望马郎君能怜惜。姑娘，你说这些话，你自己信吗？那你的信念感很强。如果你今天不能迷我心窍，你是不是回去没有办法交代呀？蓝玉听不懂马郎君在说什么。你当然懂，你当然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做人呐，切不可直入主题。我们对对方都不怎么了解，就直奔主题，这样不好。那我们也可以慢慢来。不，你想啊，靶子还没有立好，射箭是没有用的，眼睛是骗不了人的。你仔细看我一眼。姑娘，你都快吐了。我对我自己十分的了解。我们之前见过几次，你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，就在昨天突然间对我含情脉脉，暗送秋波，一定是做给别人看的。我今天同意跟你出来，是想让你散散心，放松一下，不用演戏了，演戏很累的，姑娘。原来马郎君早就知道了。
我只是有一点不明白，这赵长叔为什么对我的感情这么关心呢？他……哎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如果赵长叔问起，你就说看见我就想吐，实在心情不下去了。男女之事不可勉强，好吗？有劳马郎君了。荔枝转运呢，它得经过大屿山，往北进入江南西道，啊，但是这个大屿山呢，它太险峻了，走盘山道需要2天时间，所以有没有一个新路线、捷径，把这2天给我省出来，那我不也成功了吗？我就想问问您，您知不知道有这么一条道？大哥，去，拿着玩去。你这不痴人说梦吗？那大屿山那是随便翻的。姑母，你就帮帮这一回吧。这事儿我没法帮啊，神明能帮他，可这人也不信呢。大巫，我相信我跟你是一路人。哎，你别说的好像你多了解我似的。你看，阿童确实是我朋友，是我深知。这洞人在山里边生活不容易，缺医少药，他只要受一点伤，只能等死。你是以大巫之名借神明之手，给他们提供了最高限度的救死扶伤，这心里边的苦我知道，所以我没有鄙视之意，我只有钦佩。真的。成人里边，你不算最会说话的，但是你能这么理解我们洞人。这真是少见。我是诚心向您请教的。哎呀，姑母，你就帮帮他嘛。我们这个部族里面有个人，名字叫阿土，他是我们这个部族里边唯一混在高州的人。有一天，这个阿土回到山里来，他就拿着那个成人的那个笔。还有纸，在那勾勾画画的，我很好奇，我就问他：“你干什么呀？这是？”他就跟我说，他以前在当猎户的时候，他发现了大屿山上面有一条隐秘的小路，如果把他勾勾画画的这些东西顺着那个小路运出岭南去，他能挣一大笔银子，以后我们部族里边就不愁吃不愁喝了。所以是真的有这样一条路？是啊，可是他突然就失踪了，这都10年了，也没有什么音信，找不着他人呢。那除了他，没有人知道这条路了吗？只有他知道。这咱们洞人，这跟成人是不打交道的，所以也不知道消息。他，李尚德，你去哪儿？哎呀，苏老，有个好消息啊！什么好消息？不要迫不及待，慢慢说。什么好消息？这个啊，荔枝园里边来了一个洞人的大巫，大巫，大巫啊！说这个大屿岭有一条捷径可以不走盘山道，省下来2天的赶路时间。啊，这可真是一个好消息啊！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不知道这个道在哪儿。这可不是好消息。但是有人知道。谁？一个洞人叫阿土。阿土啊，他人在哪里？你们消失10年了。然后呢？这没有然后了。那这算什么好消息？我来啊，是请您能不能动用你的关系，帮我找到这个阿土？这咱计划成了，这不就是好消息了吗？你说，阿米塔的侍女追求你？是。有意思。
你说，我在长安，我能把长安的酒局拿下，如今我在岭南，我又把情场的水搅得这么浑。哎呀，身边总围绕这些莺莺燕燕，甚是烦。我看你是兴奋吧，在长安也没遇到这么好的差事啊。先生误会我了，我只是觉得我在处理感情事这一方面极具天赋，发乎情，正人君子，坐怀不乱。不过，蓝玉那个姑娘长得真挺好看的。你若是动了情，也不是不可假戏真做，也算你没白来岭南一趟。先生又误会我了。虽然蓝玉那个姑娘长得不错，但是我喜欢的人是才貌双全。好了，说正事吧。从我们目前查到的线索，当年旗津楼起火应该就是一起有预谋的谋杀。我们查到旗津楼起火之前，兰哥的阿爷恰巧吃下了2000手海帆绸。先生的意思是，抛售这2000绸的，便是那纵火之人。不错，海帆绸的价值一大半都建立在海虎的威名之上。海虎一死，海帆绸彻底崩败，所有高价买入手的全都砸在手里了。兰哥的阿爷也赔得血本无归，出了好大一场乱子。现在有没有证据证明就是何有光纵的火？没有。不过那2000手海帆绸是从一个叫阿土的掮客手里买的，找到他，或许就能找到当年的真相。烧死了！完了完了，那岂不是说阿土手里的大禹领路我们找不到了？你说阿土在10年前就被烧死了？只是耳闻，不曾目睹。绝对不可能。5年前，他还托一商人给我们部族捎东西回来呢。那你见着他本人了吗？他本人我倒是没见着，但是他托商人给他父母还送回来一些药品什么的。那他留下什么话了吗？这个倒是没有。那这商人是谁啊？不知道啊，他送的东西人就走了，就见过那一面。失踪和死亡没有太大的区别，缩短不了日程不行啊。大吴，你再想想，还有什么线索没有？线索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商人，他从来就一直盯着我，特别讨厌。我骂了他一顿，但是他给我解释，他说他是个斜眼儿。兰哥，你冯叔没钱了，给我借点。借钱是需要有抵押的。你要什么呀？我跟你阿爷可是老乡了，一万年纪就才敢提当年啊！是你害我们家倾家荡产，幸亏我命硬，能熬到今日。我是不想提，就是啊，可是你非得跟我来攀关系。这当年这事情不能怪我呀，这当初买那个海帆绸也说好了是风险自负，我只帮忙穿针引线，你不能总就着海帆绸的事。那也不是你阿姨一个人赔呀，全城都赔了，兰哥。那你是不承认你有责任？兰哥，我这些年做成什么呀？你都知道，这有了上顿没下顿，这有点钱啊，这都送到你们斗鸡坊了吗？我这回真是过不下去，我病了。那你还来赌？那我怎么办呢？我的钱又不够，我求求你，10年前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们家。
我命不该死。元哥，我是你叔叔辈儿了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是因为你让我倾家荡产吗？好，再来一个。好，老朱来。赵长叔，怎么样？全被马桂英看穿了。你说马桂英看穿了咱们的心思？是。甭管他看没看穿，他动心了没有？没有。马桂英一见了你，揍还不乱？看来右相身边的人确实厉害呀，早就进行过诸多的特殊训练。那他会不会跟杭守说此事？不会。若是杭守知道我蒙骗他，他是真心追求阿米塔的话，绝不敢轻易提起此事。我再想想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便劳烦赵长史，蓝玉先告辞。过来喝点茶水吧。夫君看着有些忧思。近日，我让阿米塔的侍女蓝玉去勾引马归云。按理说，蓝玉姑娘姿色上乘，马归云居然坐怀不乱，这让我很是纳闷儿。我怎么感觉那人顶住了考验，夫君却沦陷了呢？夫君，你莫不是动了心，在思念那年轻貌美的女子？哎呀，都说轻易得到不会珍惜，看来我是让夫君得手太过容易了些。你说什么呢？知道什么呀？我给马归云设了一个桃花劫，他要跳进去，路在长安，可就有自己的人了。看来你还是想去长安。哎呀！贵夫人，结识于微末，危难是一捧米，胜过富足百两金。我绝不会辜负了夫人。只是如今啊，这局势风云变幻，胡商们都开始支持荔枝转运的事儿了。将来的局面，如果荔枝转运成功，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呢。老东西绝不是能托付之人，不再为自己想想后路了。或许这马归英正是我们的后路。可是夫君与那马归云哪有交情啊？一句话就说到症结处。交情都是处出来的。今日岳归云兄出来就想当面道个歉，蓝玉之事是某唐突了呀？赵长书不用挂在心上，缘分二字本就很奇妙。哎，缘分未到吧？这个事儿
就此接过。桂英兄真是善解人意。哎呀，今日春耕已毕，夏收未起。哎呀，这余训呢又不归某管，倒是突然清闲了下来，正好有机会与桂英兄浅酌一盏。哎呀，新民兄的生活是我最羡慕的，不像在长安，什么时节都有事儿干，一件事儿接着一件事儿，12时辰不停。长安繁华呀，令多少风流才子心向往之。哎呀，其实某当年也曾得贵人赏识，有机会去长安的，只是当时已与夫人定了终身，便放弃了机会。如今偶尔午夜梦回，也会想，要是当年去了长安，又会怎样呢？新民兄是大才，贵人赏识，那是自然。只是这田亩经商皆有所涉猎，小弟不明白。某啊，是乡试解元出身哦，也曾得贵人青眼，走了这举荐之途，出来这岭南办事儿，举步维艰，屯田种过庄稼，卖过海帆绸，哎，反正什么都干，几经辗转，这才入的刺史府。哎，我听说这海帆绸在岭南风靡一时，又一夜之间让无数人倾家荡产，在当时是一桩奇闻呐。哎呀，奇闻啊！哎，真是奇闻啊！哎呀，想起来当时某还是一名掮客呢。哎，正逢这海虎要做这海帆绸，海盗出身嘛，抢劫可以，做这个就不同，所以得请人为他发情。哎，某做掮客不吹牛的，那是手眼通天，八面玲珑，没有某做不成的事儿，没有某牵不成的线儿。海虎要做海帆绸，就得请某为他代为发行，某自此就做上了这海帆绸的经办生意。好一个手眼通天，八面玲珑，这海虎找您啊，是找对人了。哎，不止某一个，找了很多个，但某是做的最好的那个，经手最多的那个。哎，这件事我在坊间也有所耳闻，但我听说这数量最多的应该是一个洞人啊。他们跟你说的是阿土吧？一个山野洞人怎么能跟某比？他不过是最后那单才超越的某嘛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突然抛了2000绸，这阿土走了天大的运道，抢下了这一单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死在七星楼那场大火里了？真是人生无常啊！阿土、白虎都死在那场大火里了，海帆绸也变成了一堆废纸，要不然某早成富豪了。当然也没有今日与桂英兄这份缘分，切不可惜。来，新民兄，人中龙凤，不会久居人下。你放心，等我回了长安，我替您举荐一二，您的才华不会埋没在岭南。哎，不要搞阴谋。我现在跟着何刺史办事儿，心里很满足，没别的想法。桂英兄有识才之士举荐，某应当厚报。7朗即日，远近奔波，劳心劳力，都有些消瘦了。哼，操劳有什么用？这死去经年的人又怎能活过来？找来找去，找到一个死人，唯一的线索又断了。哎呀，平安，平安。姑爷，哎，这又得你出马了。怎么了？又你啊，
你帮我在岭南找个人。找谁？有个洞人叫阿土，找这人。大庾岭的阿土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在找何有光贪墨的证据，正好跟这个人有关系。那这也太巧了，找着没啊？找着了。这在哪儿？死了，烧死了。他什么时候烧死的？10年前就烧死了。那你这消息过时了。他没死。此人大火中死里逃生，却要躲起来，定是知道了什么会被人灭口的秘密。这下有意思了。我们在找他，李善德也在找他。看来这一子才是关键所在。先生，我想提个建议。洗耳恭听。我们能不能聊点别的？我们得张弛有度。好，你想聊什么？我这个人嘴又笨，我不知道想聊些什么，不能被问。有很多可以聊的呀，比如琴棋书画，比如诗词歌赋，又比如花前月下。高儿，出去。次郎，我就没进去。我，我们不聊花钱，我们只聊月下。你看，但是，等你办完此事再说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让骆驼去查一下那个显眼商人的消息的。不是，你看你自己一个人下棋多。修贤弟，赵长书，找我何事？此前蒙赵长书牵线，买到了上好的瓷器跟茶叶，此番特来表示感谢。坐，哎，不算什么，哎，这是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，赵长书可莫推辞。萧贤弟交游甚广，就是梅某牵线，也一样找到合适的货源。某部做掮客很多年了，又在按掮客的规矩分水抽刃，不合适。哎，赵长书既帮我省下了找掮客的花费，又帮我省下了时间。时间于我们商人来说，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赵长书不收，便是看不起玉帝。如此便却之不恭了。萧贤弟还有何事？不妨一并说出来。果真逃不过赵长书慧眼。商会换届在即，这行首之位悬而未决，还烦请赵长书向何刺史举荐小弟。这事儿啊，这个事儿真是不好办。成与不成，云川都念着赵长书的恩情，还望赵长书极力促成此事。我愿分润麾下商队30%纯利与赵长书。这是契书。契书不急啊，某先办办看。好，办办看。郑郎上次所说的显眼商人名叫显眼房，经查他和斗鸡坊的兰哥颇有渊源，
但这斗鸡坊人多眼杂，我空冷坊不便露面，所以有劳郎君再去斗鸡坊进一步打探。可是这斗鸡坊是何有光经常去的地方，我去那儿找他，方便吗？郎君此次发现了找到阿土的关键人物，先生颇感欣慰。先生说，郎君的才干绝不止于酒桌，更是大赞郎君聪慧机敏，懂得从其他处着手盘活棋局，让先生特别欣赏。先生真是这么说的？七郎，何刺史可是这儿的常客，咱们若是遇到了他，可怎么办？别念叨，这种事儿不经念叨，否则怕什么就来什么。外狗儿多嘴，七郎不怕，七郎聪慧机敏，更能盘活棋局。魏仁兄，何刺史，我来找您啊！你找我？找我你往外走？我看见你，我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我给你买了一个东西，忘拿了，我去拿一下。哎呦，兄弟，咱哥俩之间有这份心就可以了，没那么重要。找我干什么？情关的事儿。哦，说说。我对阿米塔有一些赞赏，就走动的频繁了一些，没想到我的魅力反射到了蓝玉身上。都是何刺史的人，我现在不好处理这种三角关系。有什么不好处理的？这正说明桂云兄你呀，魅力四射，哎呦，欲火中烧啊，好事儿啊！我要是你啊，我选蓝玉。哎，为何呢？你看呀，这个讨老婆你得讨一个爱你呀。就我那一女，我太了解她了，从小就脾气暴躁，而且会一身功夫，最大的爱好就是打人，见谁打谁。你哪受得了啊？蓝玉姑娘不一样，温柔体贴，而且对你言听计从。我就这么问你说你这一辈子，你是想天天挨揍啊，你还是想天天享清福啊？自然是享清福啊，这就对了嘛。蓝玉，你今天来巧了，你等我一下。蓝哥，蓝哥，蓝哥，哎，过来过来。老豆，桂云兄。桂云兄，蓝哥，帮我挑一只特别强的战斗机，让桂云兄玩一把，好吧？记得我罩上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也玩去，玩一次，哎呀，好玩。何刺史慢走。蓝哥，借一步说话。请。我想跟蓝哥找一个人。何刺史吗？是你认识的一个人，叫斜眼冯。我想通过斜眼冯打探一个买卖过海帆绸的掮客。海帆绸。对，当年这个掮客突然倒手2000绸的海帆绸。你要知道，在当时海帆绸，谁要是拥有了，躺着就可以赚钱。如果不是有人提前知道海虎要出事儿，根本不可能卖海帆绸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听到的意思。桂云兄，你是何刺史的朋友，此事不找何刺史来帮忙，就找到我来帮你，这有何用？我从长安远道而来，不是为了交朋友，是想弄清楚一些事情。这个事我找你，我觉得你会比何刺史更伤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年这个掮客
把这2000绸卖给的人是你阿言。你不想知道这背后真正的卖家是谁吗？你要这个找谢天逢打听的人叫什么名字？